欢迎收看全球视频连线，我是盖军。首先还是由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来自华府的刘平先生报道来自华府的新闻。刘先生您好。盖先生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一个是这个 WannaCry 想哭这个病毒啊，现在情况是比较平静下来了。不过呢，这个初步的统计显示哈，在中国大陆大概是这一次最主要的受害者，有过半数的这个世界各地也遭到这个病毒侵袭的，它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包含的这个石油公司，包含的公安部门。还包含了这个几个著名的大学，我们在节目中也谈到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根据几个专家的分析啊，美国的媒体报道，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使用盗版软体的情况最严重。就在这个去年呢，美国有过一个调查，发现世界各国使用这种盗版软体最严重的第一名是中国70%，第二俄罗斯64%，第三58%是印度。那么这次这几个国家都成为这个电脑病毒的受害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美国这个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附近的交通全面管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打起来了，然后打得头破血流，9个人受伤，2个人被捕。那就是这个土耳其总统啊，现在访问美国，然后呢，有人就是这个抗议这个总统啊扩权，于是，在土耳其驻美大使的官邸附近有人抗议。然后呢，从这个官邸里面冲出来一批安全人员，就跟这个抗议的人群打起来了，这个有人受伤。美国政府今天讲话了，美国就是说这个容许这个不同的意见，这才是民主啊。别人讲话你不喜欢听，就把他打一顿，这个不是民主。那么第三件事情是在新奥尔良那个地方，昨天半夜里拆掉了一个当年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南方的这个所谓的英雄人物的雕像。为什么说所谓的英雄人物呢？就是说，那个人在那个年代里，在南方他是个英雄，因为他主张蓄奴，他这个在反对解放黑奴，那么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当地的法律已经通过了，就是把这样的像偷偷的把它移走，另外摆一个地方去，不要成为继续是一个公众的这个尊崇的对象。这是几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好，感谢刘平先生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我们说这几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呢陷入了一连串的争议。从上周炒掉 FBI 的调查局长科米开始呢，到昨天再次被媒体爆料川普呢向俄罗斯外长分享了高级机密情报。同时呢，更为严重的是，他涉嫌干预 FBI 对前国安顾问弗林与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案件的调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呢涉及妨碍司法公正，让川普呢正陷入上任以来的最大危机。甚至有可能面临弹劾危机。我们已经看到华盛顿的这个民主党人已经为弹劾总统做好了热身准备。刘先生，您如何看待川普目前所面临的所谓的这种执政危机呢？好的，现在第一个公开出来旗帜鲜明的要求弹劾川普总统的是贵宝地德州选出的这个联邦众议员 Al Green， 民主党籍的。他的理由就是刚才主播讲的，就是说在他和联邦调查局长，那个时候还是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他们2个人谈话的时候，他这个是在那之前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他跟这个科米局长2个人在白宫有一次这个晚宴，在晚宴的时候2个人谈得很好，然后在晚宴当中，川普就告诉科米说，够了，可以把这个对福林的这个调查就停止吧，好。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提到这个 Al Green 众议员，他认为的这个是妨碍司法，因为呢这个是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的一个工作，那么你现在总统特别要求，这个调查工作对某一个人就网开一面，不要再调查下去了，这个当然就是触犯了这个司法部里边的工作纪律，也触犯了美国的法律。不过呢，就是这里边这个有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容易就会真的构成这个弹劾的要件，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在是科米，他跟总统吃完饭之后回去自己这个做了个笔记，说总统这样说，我这么回答；总统那样讲，我怎么回答。那么这个笔记能不能够成为够分量的证物？现在这个白宫发言人呢就讲说，这个总统当时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再有一个，总统到底是怎么说的？总统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不要再调查下去了吧？
或者总统说局长就请你停止调查吧，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前面者不构成违法，后者麻烦就比较大。所以呢，这里边呢，到底是怎么讲的？他这跟这个川普总统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还是有争议的。最要紧的就是说，这个弹劾这个事情啊，等于是宣告总统是否有罪呀、如果弹劾案成功的话，就要送到参议院要来审判，要不让最终的这个可能要让总统去职的这个事情啊，兹事体大，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构成的。不过您刚才讲的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危机，上任嘛，这个3个月还不到嘛，对不起，4个月还不到，就有人呢旗帜鲜明的要求要弹劾，确实是非常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刚才刘先生您提到的德州这个国会议员呢，Al Green 呢，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熟悉的这样一位议员大家也有很多人是他的好朋友他刚才提到的所谓妨碍司法公正的这样一个罪名是否能够成立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需要证据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呢，川普简单粗暴地处理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这个案子呢，很可能成为川普执政的拐点，也就是说，很可能成为他的这个噩梦的开始。这是历史证明过的道理，不要和 FBI 作对。同时呢，媒体还爆料出呢，川普和科米之间呢还有谈话录音。如果这个川普真的是对前国安顾问福林与俄罗斯关系这个案件进行包庇的话，并且以此对这个科米进行施压。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涉及妨碍司法的这种公正的这个罪名呢？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也说一下，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被弹劾的相关的例子有哪一些呢？好的，这个美国总统弹劾它基本上是2个程序，第一个呢就是众议院要不要通过弹劾案，过半数就可以通过。那么接下来就是由参议院来是不是要给总统定罪，那就是要2/3，而且呢是由这个联邦这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来担任这个主审，然后呢这个众议院就等于是控方然后总统自己这边呢当然有他的律师有的法律顾问来作为这个辩方，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参议员他们是陪审团。那么在您刚才讲的历史上几次第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 ，Andrew Johnson 那是美国第17任总统，他结果这个在通过了这个弹劾案，但是在这个就一票之差，他就保住了他的总统宝座。近代很有名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美国的历史学家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弹劾的领域当中，因为呢，1970几年，然后到1990几年对不起，对，这前后不过20多年，美国就出现了2次的弹劾案，这2次尼克森还没有走到弹劾案，这个情况就眼见大势已去，所以他就自己辞职了。克林那当然是因为这个水门案，当时呢种种的这个犯行是很明确的，包含这个他要这个湮灭证据，包含他这个动用的这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比方说这个谁要来查我的案子，我要把他免职，或者是我要用这个用这个国税局我这个然后要来这个查他的税等等，这个手段当然就是都比较龌龊的。那么当时这个确实是水门案是一个很明确的犯行，是潜入了人家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来装窃听设备，所以呢，这个尼克森的犯行是当时已经是再明确不过。最后的是他的共和党里面的老朋友这些参议员告诉他说，你还是辞了吧，这个我们谁也保不住你。那么克林顿的这一次呢，他是众议院里面弹劾案过关了，当时是有4项罪名，2项过关了，2项这个成立，另外2项没有成立。这2项里面就是主播刚才讲的这个妨碍司法因为他这个他就没有照实把这些情况都供出来，然后呢这个多方的干预这个调查工作。可是，在参议院的投票的时候，没有达到2/3这个就让他给保住了总统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而且这个总统简直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处理公务。因为这个大家的媒体或者是这个大家的街头巷议都围绕着这个总统到底有没有做错事，或者总统到底这个错事是不是错到他必须下台了，有人挺他，这个有人反他，哎呀，这个国家几乎就是永不宁日了。那么，但是这几次的案子，这个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总统有没有真正是触犯了司法。像你主播刚才讲的，这个他有这个谈话有录音那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还原真相。
要不然呢就是各说各话，就很难说得到一个具体的结果。但是很要紧的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这个气氛搞得很糟糕。川普呢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他一样，被人家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恶意对待。但是相对的，很多评论也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总统一上来就搞得大家这样鸡犬不宁，这个谁是谁非很难说。可是呢，都卷入了是非之后，对于总统执行公务、推动国家的这个大政，确实是有影响。是，除了以上的争议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媒体爆料呢，川普向俄罗斯外长分享高度机密情报，也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尽管呢，总统安全顾问呢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说媒体的报道全是假新闻，川普呢也没有泄露机密情报。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呢，川普连发了2条这个 Twitter 并且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美南新闻日报上呢，作为头版头条已经登了出来。川普说：“我承认有这件事，而且还说自己有绝对的权利来这么做。”川普的这种态度呢，是不是也让他的部下很难做呢？同时呢，川普的这种执意孤行和不一致的做法，是不是也反映出他和他的执政团队在互动和交流上存在很多问题呢？确实，这是一个很难具体说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做的对不对。但是在实际运作上的时候，就造成了政务很难推动。您刚才讲到说这个，你看白宫团队又要出来帮总统来灭火吧，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他把这个认为是应该是属于机密的讯息交给了俄罗斯的大使和外交部长，那么就让人想到最初这个川普跟这个2位俄国人见面之后啊，白宫是不太想发布照片的，结果是俄罗斯那边主动把照片发布出来了。好了，这问题就来了，白宫有什么理由不愿意发布这个照片呢？这个总统见外国的大使、外交部长，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吗？到底是你顾忌什么呢？还有什么事情不可告人的呢？也许没有，但是整个的做法就让大家这个揣测纷纷了。所以呢，总结起来还是这句话，就是他的这个风格您刚才讲到说，现在是这个他的团队要来帮他这个来解释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要继续发推特然后继续来说他立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呢，马上截止到明天后天又有其他的讯息告诉我们说，这个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安顾问，他和总统之间呢，意见也是有不一致的时候，这个双方呢有的时候也是会起争执的，这就让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总统似乎总是在那边忙着要先把很多这个争议把它平息下来，那就是说我要解决问题都还来不及，更不要那就很难真正有所开创。这个是川普到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当然，这也就扯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人事因此就很难安定。安定者也就是说你到底有哪些人愿意继续为你来工作，或者愿意加入你这个团队。我刚才还查了一下这个国务院里边的现在这些这个就重要的职务，这个国务卿现在是到位了，2个副国务卿的位置都是悬缺的，另外呢还有5个助理国务卿层级的只有1个到位，所以呢他现在会不会很多人就想到说，我跟你是很难共事的呀，这样子当然就更影响这个我们讲这个人和政通嘛，现在连人都不和，政确实就很难通了。我们也看到这个连续的这种争议呢，也让川普的这种士气呢受到了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他一反常态过去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态度，而今天呢突然打出了一个悲情牌就像刚才刘先生您说到的他说这个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像他这样被恶劣的对待，而且他还批评这个媒体对他非常的不公平但是呢他也这个亮出了自己这种很强势的一面，说自己不能被打倒，还说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要不断奋斗虽然我们看到他是在这个吐槽抱怨，但是是不是也反映了他在政坛上目前呢他的这个预期值和过去的那种预期值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呢和商场上的这种春风得意相比呢，是不是有很大的这种失落的心态呢？对，这是大家从一开始其实就有一些人担心，因为呢，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许你在管理在这些格局上确实是有过人之处，但是你在实际的一些政治运作上就不一定能够得心应手。像我们在过
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各方的这个报道或者各方的担忧都是这样：做个大老板可以告诉人家你被开除了，但是总统就不能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者啊，他所扮演的角色，跟一个总统啊，在整个的国家的这个运作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别忘了，这个在企业里边呢，是大家都为老板马首是瞻，但是在这个整个国家里边，国会就不会让你这个轻易的就混过去的。然后这个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有最高法院，然后媒体呢，这个所谓的第四权，他总是不愿意跟你这个报喜不报忧的，这个都是身为企业老板的时候不能够体会到的。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川普自己现在如这个主播所讲的，他现在也要打悲情牌，因为呢，他现在也发现，他就是忙活这些事情啊，都是这个心力交瘁了，他又怎么样能够静下心来，真正这个推动国家的大政？这个在国际事务上也好，在国内事务上也好，他都需要一些团队。那么现在这个如果说团队这个里面跟他这个意见有很大的出入，或者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后院失火了嘛？当然这对他来讲是绝对不愿意见到的。可是现在也真的是好像会不断的发生，或者随时可能发生。是的，政坛呢非商场。我们看呢，在这场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呢，不仅是政坛上白宫的起伏不定，同时也影响到了这个全球经济，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受到重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要的股市一片是惨绿，也让我们继续关注现实版的纸牌屋将如何继续上演下去。感谢刘平先生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和精彩评点，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会。再见。